几年前的一天，我坐在一个公园的长椅上思考人生。我思考了很多问题：为什么我还没有成功？我明明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，为什么昨晚没洗脚会被老婆骂？这时，旁边草丛里传来一阵声音，我看了一下，是一只猫正在追一只狗。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凶的猫，它一边追狗，一边打狗的头，也不知道狗怎么得罪它了。狗真可怜，我得帮帮它。于是我上前大叫了一声，两只动物都愣住了，停下来看着我。过了一会儿，猫转身走了。狗跑过来闻了闻我，这时它好像突然想起什么，转身跑到草丛里叼来一个东西，放在我的脚下，又对着我叫了两声，好像在跟我说让我收好，然后也离开了。我把地上的东西捡了起来，是一个木头做的小东西，形状很别致，像一把小钥匙一样，底下还有3道轻微的划痕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见到这个东西就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，可能之前在哪儿见过。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直觉告诉我，这个东西没那么简单。回家后，我查阅了很多资料，但很多天过去了，我仍然不知道这是什么，也不知道狗为什么要给我这个。最后，我在一本书里找到了一些线索，书里有个故事，感觉跟我的经历很像。有人救了一条狗，狗为了报答他，送给他一个宝物，而这个宝物改变了他的人生。也许这个东西也能改变我的人生，但我该如何利用它呢？我很快就有了一些想法。我应该先把这个东西的形状注册成商标，一旦注册成功，只有我才能使用这个图案。接下来可以围绕这个商标研发各种产品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些产品一定会大卖，然后迅速成为全球知名品牌，而我也会因此成为全球知名人物。到时候我一个人坐在200平米的办公室里办公，感觉一定非常不错。办公室里应该再放点装饰品，不然会显得太空旷了。我打算在办公室中间摆一个木质雕像，而这个雕像有一个神秘的名字。我越想越兴奋，也许我真的可以试一下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又去那个公园散步，突然想起了那只狗，不知道它现在怎么样，是不是还经常被猫欺负。这时我路过一个咖啡厅，打算进去喝杯咖啡。一进门，我惊奇地发现2个熟悉的身影。那天遇到的猫和狗正在里面睡觉。我问老板，这2只都是你养的吗？老板说是他之前收养的，说这只狗特别能折腾，总是把桌子上的东西打翻，而且还经常欺负猫。我说之前我见过他们2个，狗还送我一个礼物，我每天都随身带着。我把那个小木片给他看，老板说原来这个东西在你这里。我问老板，这是你丢的吗？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他把我带到一个洗手池旁边，然后指着墙上的一个东西说，你看，本来是在这个上面，后来被猫抠下来了。我放上去比了一下，还真是这上面掉下来的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这东西我都把玩了这么久了，上面都快包浆了，怎么就没想到是用在这儿的呢？但我还是好奇，猫为什么要把它抠下来？老板掏出手机给我看了一段监控录像，原来那天在我遇到他们之前，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，怪不得那天猫会那么生气。同时我也终于明白狗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给我了，我再也不想见到这条狗了。老板问我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还给他，其实我本可以不还给他，因为我的商标已经注册完了，现在这个形状只有我才能用。我已经做了很多东西了，我甚至已经把办公室摆的木雕都做完了，但我想了想，还是决定还给他。于是我对老板说，我不仅能把这个还给你，我还有一个1米多高的跟这个形状一模一样的雕塑，你要不要？几年时间过去了，这个雕塑一直摆在我家里。有天我突然想到，也许稍微改造一下，就能把这个东西改造成一个桌子。我花了1天时间设计了一个3D 效果图，我决定按照这个方案把雕塑重新修改一下，但很快我就发现并没有那么容易，毕竟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木匠。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个人，也许他能够帮助我。虽然他也不是专业的，但他曾经雕过一个作品，并摆在艺术馆里。于是我联系了他，问他能不能帮我，他说应该没问题。有天他突然联系我说雕完了，看到他雕的东西，我觉得很奇怪，这跟我的设计方案完全不一样。直到这时我才发现他雕错了，这不仅是个吸尘器，同时还是一个洗地机，是我一位朋友公司的产品。我联系了这位朋友，问他想不想要。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个，我跟他说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朋友听完后说我应该不需要这个东西，但我可能需要那条狗。本以为我再也见不到那条狗了，没想到几年之后，当我打开必胜官方旗舰店时，我又一次见到了它。还在使用传统的方式拖地吗？是时候重新定义清洁方式了。既是吸尘器，又是洗地机，除菌效果高达99.9%。必胜洗地机5代多全新上市。艺术馆的门口又多了一个新作品，而这个作品有一个神秘的名字。